大家好，我是坤侯。今天呢，我们来讲一讲这个八字里面的正财克印，它到底会发生怎样的一个变化，会导致正财克印的人会有这样的一种性格特质，或者说在事业里面会遇到怎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先了解一下正财和正印到底是什么东西。正财呢，它代表第一点，明确务实的目标。第二点呢是利益和价值，就是很追求利益和价值。第三点就是非常理性冰冷的思维方式。第四点呢就是凡事自己做决定。第五点呢是比较急功近利啊。而正印呢，仿佛就和这个正财有很多相反的特质了。第一点呢就是非常深厚丰富的感情。第二点呢就是凡事都听取别人的意见，而不是自己做主。第三点呢是一种感性思维。第四点呢代表一种学习能力啊。所以说，当正财和正印同时出现在一个命盘里面的时候，你正印就会被正财所克，而正印代表的这些特征特质就会完全被丢失掉。这个里面其实有个非常巧妙的一个知识点，那就是你八字一看，很多正财的人，只要他没有正印，这样的人未必就会非常冷酷无情，不会的啊。但是你看见那个又有正财又有正印，刚好那个正印被正财所克的人，他就会体现得更加的无情一些。而且我们还要看这个组合到底是在天干还是在地支。一般来说呢，某两种能量之间的这种影响，它是天干作用于天干，地支作用于地支，而天地之间的互相作用会被明显的减弱我们可以把它忽略掉。那接下来呢，我给大家带来2个八字案例带领大家学习一下这个是怎样的一种特性。第一个呢是我之前的一个师傅，我人生的第一份职业是在电力公司里面去上班，然后这个师傅呢就一直带着我学习各个方面我和他感情其实是相当深厚的。那我们可以看见这个人他的月柱也是有天乙贵人的，所以说他其实是非常乐于去帮助别人。当时带我带的其实蛮好的，然后还要把我培养成这个办公室主任在他升迁之后，我接替他的位置当时做各方面做的特别的好。但是呢，我这个人呢比较爱自由，后面我就辞职了辞职自己出来开创事业。后面辞职之前呢，请所有的同事吃饭。我想我和他的关系这么好呢，后续应该能够保持一个比较好的关系吧。那后面有几次我请了他几次，他才回应一次。而如果说我不请他出来吃饭去见面的话，基本上这么10多年过去了，他一次电话都没打过给我。因为什么呢？我们就可以看见他八字里面，他就出现了正财克印的这个特性。这不是地支地支的正财克印。天干没有正财克印，代表的是他其实并不是心态上面，他并不是那种真的彻底冷酷的人，但是他在做事情的时候就会偏向于那种按照很务实的方式去做，他也会表现为一种怎么说呢比较冷酷的一个特性。像地支没有出现这种正财克印有天乙贵人的人呢，可能经常请别人出来吃喝玩乐就哪怕没有利益往来都会。但是我这个师傅呢，他地下出现了这个正财克印，可能他有时候也会想念到我，但是他想念到我的时候，不知道把我放在什么位置上面，因为我现在做的事情和他做的事情是相距10万8千里的。我们出来吃饭就只是吃饭，不会有任何的利益交割。而他的这样的一个地支正财克印的组合，就导致了他做任何事情都要考虑利益和价值。没有利益和价值的事情做了之后，他可能觉得浪费时间，也可能觉得会浪费我的时间。所以说他在这种行为方向上面就会变得非常无情，从而就会导致这种很冷酷的特性出现。他其实心地很好的。那我接下来呢，我就会给大家看第2种案例。第2种案例呢这个是随机排的盘因为我看过客户手里面的一些盘呢没保存，我就随便排了一个，有这个和这个一模一样的。我们就可以看见这个呢甲子庚午丁丑和甲辰，它天干就出现了正财克印。
天干是代表一个人真实的想法，地支代表一个人的行为。像我那个师傅的话，他就是心里面是想念我的，但是他却没有理由来请我出去玩，因为这个东西对他来说是没有价值的没有明确的东西的。但是不代表他心里面是这么想。但是第二点我们就可以看得到，第二个案例的话，它是天干出现正财克印了，也就是把天干这个正财，它的一种感性的思维、感性的思想被这个正财所克，就被破坏掉了。这样的人一般来说会变得非常非常的冷酷无情真的是彻底冷酷无情的那一种，可以说唯利是图。但如果说这个人的天干上面都是正财，没有正印，这个人只能说是比较务实一些，比较市侩一些。那是不是真的无情呢？不会的。那反而是像这种出现了正印，正印又被正财所克的情况才会如果说是一个偏财，偏财不会损害正印的。你也说一个偏财一个正印，那这个人还是很讲究感情和情面的。但是偏偏是这种正财去克正印的这种情况下，不管是任何一种组合，只要是正财正印相见，同属天干或者同属地支，那都会出现这种情况。只不过如果说在天干上出现呢，这个人是发自内心真真实实的冷酷无情，而出现在地支呢，就像我那个师傅一样，他可能是有情的，但是他在考虑做一个事情的时候，会考虑从务实的角度去面对这个事情。那这里还有值得一说的呢，就是正财克印还会影响到一个人的学历，因为正财代表急功近利嘛，急功近利你有怎么好好的学习呢？而正印就是缓慢的学习。当这两个东西相冲的时候，这个人是安静不暇来学习的。这种情况会发生各种各样的一种组合，比如说像八字自带这种正财克印的人，学历一般来说不会特别高。如果说一个人有正印，他在10多岁的时候走了个正财的大运刚好是升他初高中升学阶段，那会影响他的学习。或者说他本来是正财未必学习不好，但是刚好在10多岁的时候走了个正印的大运，也形成了这种正财克印，那也会影响他的学业都会有诸如此类的一些影响。好，希望今天的课程呢可以很好的帮助到大家，咱们下期节目再见。